随着俄乌全面战争即将进入第4个年头，环绕着东欧战场的形势可以说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。2024年10月，朝鲜士兵进驻俄罗斯，1个月后，乌克兰东部战场上就出现了这群朝鲜人的身影。结合俄罗斯国内越来越严峻的征兵形势，以及前线军火库屡屡被乌克兰的高精度武器炸得人仰马翻的新闻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虽然俄罗斯也算得上是地大物博，但它在这个阶段的战争潜力恐怕已经捉襟见肘了。不过，俄乌战场上最缺的其实还不是人力，而是大口径火炮。最近，多个消息证实称，朝鲜制造的自行火炮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鼓山大炮，正在通过铁路跨越大半个亚洲，运往俄乌前线。这既是目前为止朝鲜援助俄罗斯最明目张胆的行动，也是近20年来这款鼓山大炮首次出现在国际视野中，也让不少朋友对朝鲜的这款自行火炮产生了兴趣。那么，什么是鼓山大炮？它的性能如何？它又会对俄乌战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辆神秘的鼓山大炮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会将朝鲜的这门自行火炮称之为 M1978 鼓山，或者通俗一点来说叫做鼓山大炮。这也是朝鲜种类繁杂的炮兵序列里最有名的一款，但这其实并不是这门炮的正式名称。1978年也与国际惯例不同，并不是鼓山大炮正式定型的年份。至于这门炮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生产的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。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鼓山大炮于1973年定型开始生产，但由于生产速度过于缓慢，导致直到1978年，美国人的侦察卫星才在朝鲜鼓山郡首次拍到这辆自行火炮，而这也是 M1978 的由来。虽然美国人起的这个名字并不怎么漂亮，但比起鼓山大炮的真名还是要好听一点的。1985年，鼓山大炮首次在平壤的阅兵式上亮相。据朝鲜官方报道，这门大炮在朝鲜的名字叫做主体炮，有人把它翻译成主体大炮的。主体这个词，经常在新闻里看朝鲜笑话的肯定不会陌生，但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强调一下主体的含义。在朝鲜的语境中，主体并不是哲学中和客体相对应的概念，而是指的自力更生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。它的诞生来自于朝鲜对士大主义的批判，而所谓士大主义，指的就是依附于强国。因此，如果把主体这个词当做一个形容词来用的话，我们可以说鼓山大炮使用了一个极其主体的170毫米口径，因为上一个用这个口径的火炮还是2战时期的德国 K18 重炮。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，苏联还是美国都没有使用过这种奇特口径的火炮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朝鲜的这门大炮也可能是备战宇宙纪元最早的武器，因为另一个170毫米火炮只能从机动战士高达里去找了。阿纳海姆开发的 MS 尼莫也使用了170毫米口径的火炮，从这一点上看就能看出金爷爷的高瞻远瞩。不过这门炮的主体性基本上也就只有奇葩口径这一点了。更有甚者，一些说法认为，鼓山大炮之所以使用170毫米口径，实际上是由于当时的朝鲜和现在的朝鲜一样，穷得叮当响，造不出来先进的大口径火炮，用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的180毫米岸防炮加了个内膛套管硬搓出来的。而鼓山大炮的最大特点就是其43千米的最大射程，基本上和苏联最大的自行火炮 2S7 芍药相近。不过装药量上就远远不及了，因为 2S7 可是有着203毫米口径。至于自行火炮的自行方面，就没有什么主体性可言了。鼓山大炮选用的是苏联特 54A 坦克的底盘，8米多长的170毫米炮被裸装在开放式的炮架上，底盘的尾部有2个柱橱，可以在开炮的时候提供有效的缓冲。不过这款1978年版本的鼓山大炮在使用常规弹时，即便部署在朝鲜38线边上，能够打击的范围也仅限于首尔最北郊，这显然无法满足朝鲜军方的需求。于是在1989年，美国卫星又发现了升级版的170毫米自行加农炮，该炮随便命名为 M1989 鼓山。它的炮管更长，还配备有专用的火箭增程弹，射程达到54公里，已能对首尔闹市区形成覆盖。根据美韩情报官员观察，升级版的 M1989 鼓山大炮使用了天马虎主战坦克的底盘，
也就是苏联特62的山寨版。它的战斗权重在43吨左右，车长约13米，车宽约3.3米，车高约3米。虽然宽和高并不突出，但超长的车体和又粗又长的炮管十分的显眼。据悉 M1989 款的鼓山自行火炮成员为7人，在1989款上终于解决了车长和驾驶员坐车，炮手只能挂外面的情况，无需随行弹药车，内置了全套火炮装置和弹药。炮长、装填手及2名炮班人员等4名成员在战斗室内待机。据推测 M1989 所发射的炮弹重达110公斤，靠主体超人的臂力去装填显然是不现实的，因此鼓山大炮上势必配备了自动装弹机。但问题是，用上了自动装弹机的鼓山大炮还真没比手动装弹快到哪去。鼓山大炮的射速为每5分钟发射2发炮弹，这个火力密度不要说打不过韩国的 K9， 就算是20世纪60年代服役的 M109 也有着每分钟3发的射速。而且考虑到170毫米巨炮射击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，朝鲜工程师特意在车底部和侧面布设了许多加强筋，以增加整车的刚度。从侧面反映出朝鲜的这款火炮其实和底盘的配合并不是很好。前面我们说到1985年朝鲜人民军在平壤举行阅兵时，主体大炮也首次公开亮相。虽然这件事情在韩国和美国并没有引起什么震动，但有一个国家却心花怒放，那就是伊朗。1987年，伊朗从朝鲜购得该炮，在两伊战争期间用其炮击伊拉克重镇巴士达。前美国空军中校情报官弗兰克纳在其撰述的《从盟友到敌人》一书中描述道，170毫米自行火炮是当时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实战火炮，在加装火箭增程弹后，它的射程可延伸到约50公里。当伊朗革命卫队用这种少见的大炮轰击巴士拉时，连附近的科威特城都能感受到该炮的怒吼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军在2003年攻入伊拉克后，曾在巴士拉郊外发现过 M1978 款的鼓山大炮，后来用铝热剂销毁后，放在了当地的安巴尔大学里。而这门大炮是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当年从伊朗手中缴获的。目前的情报显示，鼓山大炮已被朝鲜偷偷销售到伊朗、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。考虑到国际上对朝鲜的石油禁运，很难说是不是用大炮换石油去了。前面我们提到过，鼓山大炮的射程范围已经可以覆盖韩国首尔的市中心。考虑到170毫米炮弹的大小和飞行速度，拦截难度可以说是非常高的。因此，朝韩边境上的鼓山大炮可以说是悬在韩国头上的一把剑。韩国新东亚月刊曾报道，朝军在三八线附近部署了至少5个军团，拥有1.2万门火炮与多管火箭炮。而尽管美韩联军从1995年就开始针对朝鲜的炮兵研究反炮兵战术，但由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多山地形限制了侦察器材发挥作用，所以想在朝鲜炮兵首轮打击后将其完全歼灭，仍有相当的难度。一般认为，朝鲜正对首尔方向部署有约500门鼓山大炮。目前来说，美国的反炮兵雷达能在6到7分钟内完成对敌方炮兵位置的锁定，因此想要执行打了就跑的战术，朝鲜的500门鼓山大炮在首轮齐射中最多只能发射1000发炮弹，就必须转移，而转移之后的第2轮攻击就很难保证精度了。实际上，鼓山大炮的精度即使是在首轮射击中，恐怕也是很难保证的。在2010年的延平岛炮击事件中，朝鲜精心准备的首轮炮击只有1/3落在了韩军驻扎的延平岛上，其余的全都掉到了海里。与之相比的是，韩军在仓促还击的情况下，按照预定坐标盲射的炮击都有50%以上的命中率。当然了，至于朝军的火炮操作员是怎么丢人的，就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了。那么，如果在俄乌战场上，鼓山大炮的表现又会如何呢？首先，我们前面说到，以现代标准来看，鼓山大炮的射速非常慢，每5分钟只有2发。乌克兰使用的德国 PZH-2000 自行榴弹炮，每分钟可以发射10发炮弹，或者在10秒内发射3发炮弹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乌克兰一台 PZH-2000 的火力就抵得上25台鼓山大炮。从火力覆盖的密集程度上来说，是远远不足的。此外，对于俄乌战场来说，还有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鼓山大炮的主体口径是170毫米，而俄罗斯自己的库存中并没有这种弹药，俄罗斯也不太可能为这些鼓山大炮单开一条生产线，因此这些鼓山大炮还得自带干粮，从朝鲜本土运送170毫米炮弹。当然了，好消息是由于射速太慢，因此不需要频繁补充炮弹。从另一个侧面，我们也能看出俄罗斯开始部署 M1989 鼓山大炮。
可能与俄罗斯大口径远程火炮的重大损失有关，特别是 2S7 芍药和马拉卡这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现代化大口径火炮。据2024年军事平衡估计，俄罗斯拥有大约50门组现代化的 2S7M 马拉卡和75门 2S7 芍药，但最近出现了大量损失，仅被确认击毁的 2S7 自行火炮就有30门以上，再加上203毫米弹药的短缺，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能力。而朝鲜的这个鼓山大炮虽然口径比 2S7 小，但其射程相当，仅从这一点上来看，可以成为芍药的替代品。而除了后勤问题，朝鲜的鼓山大炮还引发了战术问题。乌克兰军队配备了北约提供的反炮兵雷达、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弹药，对俄军的远程火力单位形成了相当大的威胁。如果鼓山大炮部署在乌克兰战场，毫无疑问也会遭到相同的攻击。而问题是，鼓山大炮跑得也慢，防护性也很差，不要说被精确制导炮弹攻击，就连无人机也很难能扛住。综上所述，俄罗斯战场出现的鼓山大炮，除了给我们提供一些谈资以外，很难对战场造成什么直接的冲击。它的定位和 2S7 相似，但在精度、火力和生存性方面都不如同类产品。除了射程较远以外，可以说是一无是处。作为反炮兵武器，也由于精度问题难堪大任；而作为前线火力支援来说，又因为170毫米的尴尬口径，在后勤上不占任何优势。只能说，如果不是俄罗斯远程火力实在不够用，鼓山大炮是不会登场的。至于它在战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，我们将拭目以待。